理也不给大家讲了，直接跟大家上干货啊，告诉大家如何去施针啊。第一针列缺，留针半小时啊。我们人体血液循环大循环28分28秒，但是我们不可能卡着秒去扎针，所以说我们通常都是留针半小时。特殊针法老师会交代啊。这个呢，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这个5针法，第一针列缺，列缺怎么找？大家看着列缺怎么找啊？列缺两手交叉，在这个位食指顶端这个位置啊，食指顶端的位置啊，这个列缺。桡侧啊，前臂桡侧。第二针孔最，孔最穴呢，我们通常用的是2寸针，0.35乘50的2寸针。这个有一个手法，最关键的是施针以后，孔最穴啊，孔最穴在手臂的这个肺经这块，手臂的这个7寸处，这个同身寸跟大家强调一下吧，这个宽度叫1寸、1寸半、2寸、3寸，这是同身寸。然后手臂往上开始量7寸，3、6加一个大拇指，7寸的位置，在手臂7寸，然后手臂这个宽度的1/3处，这叫孔最穴。这个针最关键的是手法，当你扎上针以后，大家看着啊，扎上以后，这个针一定要捻转1分钟以上啊，它效果会立竿见影。捻转，慢慢捻转1分钟以上，记住了，捻转孔最穴，捻转1分钟以上。感冒发烧啊，这个一共5针法，这是第二针。下来给大家讲第三针，合谷用1寸针就行了啊，合谷用0.35乘50的1寸针就行了，就可以了，1寸针。第四针鱼际啊，大鱼际，手的大鱼际，朝手心扎，朝手心方向扎，1寸针就可以了，1寸针，0.35乘50的1寸针，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大鱼际用1寸针，切记1寸针啊，朝手心。第5针就是刚才治颈椎的那个定海神针啊，就是从印堂进针，刚才模特扎的那个定海神针，印堂进针到山根，必须到山根贴补进针啊，这个贴补进针就可以了。这一共是5针。第一针列缺，第二针孔最，第三针合谷，第4针鱼际，第5针定海神针。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打喷嚏啊，这些都管用，包括咽喉不舒服。第3针合谷，不用扎一侧就可以了，不用双手都扎一侧就可以了。扎一侧就可以了啊。第3针看完了吗？然后第1针列缺，第2针孔最，第3针合谷，第4针鱼际，第5针定海神针啊，这5针就可以了。好，大家看一下。都看明白了没？在线的家人回应一下，看明白没有？半小时留针半小时，没有特殊交代就是留针半小时。如果有特殊针法会特殊交代。列缺啊，列缺1寸针，列缺1寸针，从这扎进去，就桡侧扎进去1寸针就可以了。你用2寸也可以，反正1寸针就贴骨扎，贴着骨沿扎，桡侧的骨沿扎就行了。列缺贴着桡侧骨沿扎就可以了。在手臂的内侧，也就是桡侧缘贴骨进针。这手臂的内侧，这不就2根大筋吗？大筋旁边就是肺经这条线上，这骨头这进针，1寸针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教大家一个咳嗽、感冒这些的方法。针尖肯定向下呀，向手臂的另一侧方向啊。我们从这儿进针，朝这个方向扎，朝这个方向，这边进针，朝这个方向。实操吧，这个我记得都有，现在都找不到了。实操。大鱼际在哪里啊？大鱼际在这儿，在这儿，朝手心扎，大鱼际，朝手心，大鱼际是朝手心的。感冒咳嗽的，再给大家实操一个，另外一个针法。来，老李过来，来，哎，坐这儿，胳膊，把个袖子摘起来，对，你坐这儿，你看看啊，你侧着坐，能不能看见呢？你这边走，对，看着啊，大家看着点啊，这个手的话，这样就放的话，在手臂的上边肺经这一条线，摄像头调一下，
飞行的一条线啊，手臂的内侧桡侧贴骨啊，贴骨上就可以了，贴骨啊有结，你这个有结啊，这个堵的厉害。然后第2针，然后挽纹到第1针正中点，正中间这个位置啊，去进针，堵的都这么厉害。第3针在手臂这个臂弯这儿到第1针的正中点，一共3针啊，离近点可以让他们看看，能看清不？能不能看清？能不能看清楚？好了，走吧。这3针呢，这3针啊，就是你咳嗽啊、感冒啊这一块，它也都是管用的啊。不说穴位，就是肺经这条线上，手臂这条线上，这条线上取中，第1针取中，在正中间进针，取中。第2针，女士第2针挽纹到第1针的正中点，在桡侧贴骨往这个方向扎。第3针从这儿往这个方向扎。这3针比较简单，大家能看明白不？能不能看明白？能看明白，咱就感冒、咳嗽，包括心肺的问题，它都有了，就用的2寸针。这3针感冒、咳嗽，心肺、心火旺盛的，它都有用。对，扎一侧，只扎一侧，留针半小时，对，扎一侧。你扎左边就不要扎右边，扎右边就不要扎左边。这3针，心肺的问题，感冒、咳嗽，它都管用。大家看屏幕啊，2寸针，刚才那个是用的2寸，刚才用的那个是2寸针，0.35乘50的，0.35乘50的2寸针，0.35乘50的2寸，0.35乘50 2寸。退烧可以的，那个可以的。大家现在看一下屏幕啊，看一下屏幕，咳嗽的注油方法，注油术。咳嗽的注油术呢，大家看啊，剑指，这叫剑指，看一下啊，剑指，大拇指按住无名指这个位置，剑指，看着啊，剑指嗓子啊，然后闭气，左脚跺脚，闭气，左脚跺脚，念3遍咒语，闭气跺脚，念3遍咒语，然后画这个字，画中间这个黄字，黄纸上写的字，红字，黄纸红字啊，画这个字9遍或9的倍数，画9遍和9的倍数啊，或者你拿一个水杯，给我拿一个一次性杯，有没有？或者大家拿一个一次性的水杯啊，一次性的最好是没有文字的啊，因为任何一个文字它都相当于符咒，就是出口即为咒，落笔即为符，任何一个字它都是有能量的，最好用空白的啊，一个水杯。然后水杯怎么办啊？大家剑指水杯里的水啊，你拿一个水杯，最好是矿泉水，放好矿泉水啊，然后用剑指闭气跺脚，闭气跺脚跺左脚，然后念咒语3遍啊，完了之后对着水杯里的水写这个旗字，然后就相当于画这个符，画9遍，一定对着水杯的口啊，在这水杯范围之内画9遍或9的倍数，然后把它放这儿放10分钟左右，让患者面朝东方啊，把它喝下就可以了。这咳嗽的方法，能听懂不？能听懂是吧？3圈，3圈，1、2、3，3圈。写完了这个旗之后是1、2、3，1圈、2圈、3圈。大家切记啊，剑指嗓子念3遍咒语，然后闭气跺脚，画符9遍或9的倍数啊。往水杯也是念咒语3遍，画符9遍或9的倍数。都说了默念，你又不张嘴，默念。咒语就是左边这个无事东风来，铁佛烈箫开，神水到喉头，万物化成水，这就是咒语啊。对着水杯也是一样，对着水杯一定要在水杯啊，对着水杯，大家一定要对着水杯里边写，不要超出这个范围。你比方水杯在这儿，你在这写没用的，对着水杯外边没用啊，外边没用，一定对着水杯里边的水写9遍或9的倍数，然后放10分钟，让患者面朝东方把它喝下，不用一直跺脚，就跺1次脚就行了，明白了？不可以用白开水，切记不可以用白开水，一定是用矿泉水或者就用矿泉水，不可以用白开水。而且任何人你用完也可以，切记没有字的碗，而且任何人都不能用过的啊，这个碗从来没人用过。这个碗记住了，任何人都没人用过的碗，你自己用，不允许让任何人用。最好的方式是你就用这个水杯啊，用水杯啊，一次性的最好，没有字的。对，新碗，而且你自己用，不能让别人用，也不能盛饭，也不能吃饭用，这都不行。这个碗就专门干这个事儿用，其他的不能用。如果用这个方式，
如果患者来例假了，女士来例假了啊，你不能给她用猪油。如果她来例假了，用猪油你给她调身体，完了之后你这就不灵了啊。来例假了不能用，在你给她施法之前，她身上的金银首饰、手表、护身的东西、护身符一类的，一律让她取下来摘掉，一律让她取下来摘掉。护身符、手表、金银首饰、手机啊，一定让她取下来摘掉。来例假的女士，你不能给她施法，否则的话就不灵了，你以后再用就不灵了。神奇啊，神奇的还多着呢。然后鱼刺卡喉啊，很多人是不是至于这个鱼刺卡喉这个问题常见，对不对？也可以用我们这个方法，都是可以的。左手图片的左手边，无事东风来，这4句话，这就是咒语，这个就是咒语，默念。神奇的还多着呢，真正跟随我线下跟随我的这些弟子，他们见证了太多太多的奇迹，可以说没有奇迹，他们都感觉不正常了。现在，比如推轮椅，坐20年轮椅的来了，1天下去半个小时让他推着轮椅回家，哎，对，是给大家放放，让大家看一下。